自从大伯哥去世之后，丈夫就担起了照顾嫂子和侄子的责任。一开始我并不反对，但是却发现事情的进展越来越过分。丈夫对嫂子和侄子的照顾，甚至超过了对我和亲生儿子。这次儿子高烧住院，我终于认清了真相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时钟已经过了12点了，可是老公一直没有回来。我长长的叹了口气，不再去数对面那一盏盏熄灭的灯光，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打算回卧室睡觉了。这会儿子睡得还算安稳，1个小时前吃了退烧药之后，终于不再翻来覆去的难受了。我掀起了被子，打算搂着儿子睡觉，不去想那个不知道在哪的老公了。可是，一股热气却扑面而来，我的心里不由得一惊，连忙用手摸了摸儿子的额头，竟然热得有些发烫了。这是又发烧了呀？可儿子怎么睡得还这么安稳呢？我来不及多想，赶紧又冲了一杯退烧药，打算把儿子叫起来让他喝下去。如果再这样烧下去，如果变成肺炎，可就麻烦了。乐乐，醒一醒，起来把药喝了，再接着睡。可是儿子并没有回应我的呼唤。几次之后，我顿时慌了手脚。糟了，不会是昏迷了吧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我开始六神无主了。我掏出手机给老公打电话，依然还是无人接听。我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抱起儿子就向着楼下冲去。因为我们住的小区比较偏僻，白天的时候车就不多，更别提已经这么晚了。等了一会，别说什么出租车了，连私家车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我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抱着儿子就向着车多的方向跑去。好不容易遇到了一辆好心的私家车，见我抱着个孩子在路上跑，就靠了过来。妹子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我儿子发高烧，已经昏迷了，能拜托你把我们送到医院去吗？我几乎是哭着说出了这句话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打120啊？赶紧上车，我送你们过去。也幸好路上的车不多，我们很快就赶到了医院。这位司机大哥还好心地抱起孩子，帮我一路小跑地送到了急诊室。急诊科的医生先给孩子测量了体温，42摄氏度。这么高的温度把医生吓了一跳，连忙安排护士给打了退烧针，又做了血常规和肺部 CT， 最后孩子被确诊为大叶性肺炎，需要马上住院治疗。医生一边帮我办理住院手续，一边埋怨我：“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？怎么孩子烧到这个程度才想起来送医院呢？”医生的话让我心里充满了自责。我确实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，但是我此刻的心里还有对老公浓浓的怨气。如果不是他整晚都没有回家，我也不会一直胡思乱想，而没有注意到儿子的再次发烧。退烧针起效很快，儿子出了一身的汗后，体温终于降了下来，连呼吸也平稳了很多。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了下来。2个小时后，儿子睁开了眼睛，看到我之后叫了声妈妈，然后又四处打量了起来。妈妈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还是没有看到爸爸呀？是不是我最近淘气，他不喜欢我了？我觉得爸爸好像更喜欢程程哥哥。好儿子，在妈妈心里你是最乖的，都是爸爸不好，他就是个大坏蛋，咱们不理他。好了，你现在才刚刚退烧，再好好睡一觉吧，妈妈会在这一直陪着你的。还是妈妈好，爸爸是坏蛋，我们不理他。在我轻轻的拍打之下，儿子闭上眼睛，很快又睡着了。刚才他说话有气无力的样子让我心疼极了，看着他苍白的小脸蛋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我和老公曾经的婚姻也是非常甜蜜的。儿子虽然有些调皮，但是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。我们的工资收入虽然都不算高，但是也足够我们一家3口的日常花销了。但是这种平淡却轻松的生活，还是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改变了。那天我正在上班，突然接到了老公打来的电话：“老婆，你赶紧来医院一趟，我哥他出了车祸，人现在正在抢救，在哪个医院？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”老公有一个亲哥哥，性格非常和善，跟谁说话都是笑呵呵的。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会遭遇车祸，我连忙赶往医院，路上不断地为他祈祷着。当我来到抢救室门口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嫂子和侄子程程扑在老公的怀里放声大哭，而老公不断地抚摸着他们的后背安抚着。我已经猜到了结果，缓缓地走过去，也抱住了他们。是的，大哥抢救无效，不幸去世了。2天之后，我和老公帮忙处理完大哥的后事之后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中，靠在了沙发上，我不由得担心起嫂子来。哎，你说大哥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就说走就走了，留下嫂子带着程程可怎么办呢？昨天咱妈也跟嫂子聊这个问题了，跟嫂子说遇到好人就嫁了，程程可以留给他们照顾，但是嫂子的意思不想改嫁了，想一个人把程程带大。嫂子还那么年轻，程程也还那么小，以后的日子可是难熬了。说到这里，老公转过身看向了我：“老婆，嫂子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大哥，咱们以后可得多照顾照顾他们娘俩呀。”“那是肯定的呀，之前大哥对咱们没得说，嫂子也是个敞亮人，就算是她以后改嫁了，那也还是咱嫂子，咱们该帮忙也得帮。”听了我的话，老公冲我竖起了大拇哥：“老婆，你果然深明大义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但是我没想到老公竟然对嫂子一家照顾得如此频繁，如此伤心。明明有些事情在电话里就能说清楚，可是他却非要亲自去一趟，还说怕嫂子有麻烦，不好意思说。一开始我觉得也没什么，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老公还是天天都往嫂子家跑，我不由得有了意见：“老公啊，最近你去嫂子家是不是有点太频繁了？比看你爸妈的次数都多。”“嗨，老婆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这不是看嫂子家最近有点活，我去帮忙多干干嘛。这话你可别当着嫂子面说呀，要不她又该不让我去了。”不止我胡思乱想，街里街坊也都开始嚼舌根了，说他们2个的关系肯定不正常。更有甚的，还有人造谣说程程根本就是老公的孩子，但是老公却像是完全听不到这些似的，甚至又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事情。老公本来每个月5000多的工资，他竟然开始每个月把其中的一半都转给了嫂子，而且每次都是开了工资第一时间转账，我连见都没有见到。用他的话说是侄子要报补课班，嫂子一个人的钱根本不够用。这件事情他根本没有提前跟我商量，我生气极了。我的工资还没有他多，现在家里每个月的收入一下子就少了这么多，也就勉强够维持个收支平衡了。存钱的事情根本想都不用想，要是遇到点什么突发情况，我估计都得出去借钱了。你帮忙照顾嫂子和侄子我没有意见，但是总得有个度吧，家里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，你还一天天地想着养别人的老婆孩子。什么别人的老婆孩子？那是大哥的老婆孩子，是咱们的嫂子和亲侄子。因为这件事，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和老公吵架了，但是他每次都是理直气壮。
仿佛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一样。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，我们的儿子也开始有了抱怨。妈，你给我买的那箱牛奶放在哪里了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就在你的小床下面啊！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？那是因为儿子刚刚上幼儿园，为了给他增加一点抵抗力，我特意给他买的高级牛奶。我记得呀，可是我的床下没有啊！我有些生气了，那么大个箱子怎么可能看不到？于是放下手里的拖布走了过去，不就是？咦，哪去了？也不怪儿子找不到，那箱牛奶确实不见了，肯定是爸爸又拿走去给程程哥哥喝了。看着儿子撅起的小嘴，我也有些气不打一处来。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程程才是他的亲儿子。老公回来以后，我直接质问他牛奶的下落，他挠了挠头，不好意思地承认了。我就是看放在那里几天了，以为儿子不爱喝，就给嫂子他们拎过去了。儿子要是想喝，我再去给他买一箱。当时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很过分了，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，老公又做出了更过分的事情。那天我去接儿子放学，看到儿子正靠在老师身上哇哇大哭，而幼儿园的老师在一旁无奈地看着。看到我之后，连忙走了过来：“乐乐妈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，今天是园里的亲子活动日，结果你和乐乐爸谁都没来，孩子伤心地哭了，怎么哄也哄不好。”我愣住了。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明明嘱咐老公今天来陪儿子过亲子活动日的呀，他跑哪去了？我连忙安慰着儿子，承诺了给他买一堆好吃的和玩具，还答应他下次活动妈妈肯定陪他一起参加，这才让儿子破涕为笑。等到老公回家，我直接冲他发起火来：“我早上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今天儿子幼儿园有亲子活动，让你去陪他，你干什么去了？”我也是没办法，程程今天开家长会，嫂子实在脱不开身，我就是去帮了个忙。我用手指着老公：“好啊，你自己家孩子的事情你不管，倒是去帮别人家的孩子开家长会，到底哪个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？”面对我的质问，他根本无言以对。也许是恼羞成怒，他直接转头离开了家。后来我给公婆打去了电话，他们说没看到老公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他肯定有事去嫂子家了，而那天是他第一次的夜不归宿。第二天，我实在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，给他打去了电话：“你还学会夜不归宿了？你知道周围的邻居都怎么说你吗？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”我无所谓，嘴长在他们脸上，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。程程说想我了，我搂自己的侄子睡一觉还不行吗？你就装吧，孤儿寡母的，谁知道你搂着谁睡觉？你要是……没等我说完，老公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们吵架的时候越来越多，他对我们母女的关心却越来越少。就算是我生病了，他也对我不闻不问，而嫂子就是感个冒，他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，又是买药又是帮做饭的。尤其是去年过年，老公突然问我：“老婆，你是不是好几年都没回娘家过年了？”我当时有些惊喜，我以为老公忽然脑袋开窍了，想要陪我回娘家过年了。可是他随后的话却让我的心情又沉到了谷底。今年你就带着儿子回娘家过年吧，我送嫂子和侄子也回他娘家过年去。那次是我第一次跟他动手，把他的脸都给挠花了。而儿子这次的昏迷住院，可是把我吓得够呛。第二天下午，儿子的体温终于不再反复，但是医生说还要再观察观察，然后再做个肺部 CT， 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。我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下来。去补交住院费用的时候，
再次给老公打去了电话，果然还是无人接听。但是我却听到什么地方响起了熟悉的手机铃声。我循着声音四处寻找了一下，竟然看到老公从一旁的食堂拎着饭菜走了出来。我看到他拿出手机看了一下，按了静音之后又放回了兜里。他怎么会在医院？我连忙悄悄地跟了上去。他拎着饭菜直接转到了内科病房，我也一直跟着他到了病房的门口。我伸出头往里面看去，床上躺着打点滴的那个女人不正是嫂子吗？而老公坐到床边，拿出了买回来的粥和咸菜，用勺子盛了一勺粥后，还用嘴吹了吹，仿佛怕嫂子烫到。连我都没有受过这种待遇，我气得几乎七窍生烟。儿子住院他放任不管，却跑来这里陪一个自己又胳膊又腿的大人，心里积攒的怨气直接喷薄而出。我冲进了病房，冲着老公的脸就是一个大嘴巴，打得他手里的勺子都飞了出去。嫂子这么大的人了，是喝粥都不会喝吗？还用得着你来喂？还知道给吹一吹，我让你吹，我让你吹。一边说着，我又抡起了巴掌扇了过去。老公也许是自知理亏，也许是被突然出现的我吓了一跳，只是用胳膊挡着头，没有反抗。这时嫂子终于躺不住了，她坐起身，连忙阻止着：“哎呀，弟妹呀，你可别打了，都怪我。我昨天上班的时候低血压犯了，晕了过去。他是来照顾我的。”听到嫂子说了话，老公似乎终于反应了过来，他站起身，冲我大声喊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是不是疯了？我在这照顾病人，你干什么上来就给我一巴掌？”我觉得这画面实在好笑，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乐乐昨天半夜发烧昏迷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他现在还在儿童病房里躺着，你也不说去看一眼，还在这帮别人吹气。我算是看错你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这样的婚姻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，这样分不清亲疏的老公我也不想再要了，我受够了。”似乎在嫂子的身边，老公表现得格外有骨气，离就离，谁怕谁？你这种疯女人，我也是早就不想跟你过了。见我们在闹离婚，嫂子还在一旁假惺惺的劝解：“哎呀，都是我的错呀，你俩可别吵了，有事好商量，别总说离婚离婚的。”到现在我才看清楚，嫂子也是一个标准的绿茶，他们两个说不定早就已经有事情了。嫂子，你也不用劝了，我正好给你挪地方，他以后天天住在你家，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了。说完，我又恶狠狠地看向了那个男人。还有你，乐乐以后跟我，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儿子康复出院之后，我就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。走出民政局的时候，他还跟我嘴硬：“你这暴脾气该改一改了，跟嫂子比你可差远了。女人就应该温柔贤惠一点，别跟个爷们似的。”这也太好笑了，家里平时就我跟儿子在家，我的爷们在别的女人那里，我要是不爷们点，怎么能撑起这个家？但是我已经懒得和他废话了，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因为儿子跟了我，所以我们的房子留给了我，但是我还是把它卖掉了。我不想再回忆那些令人痛苦的往事了。随后我带着儿子回了娘家。后来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了前夫的事情，他当时带着嫂子回家见了父母，说了想要娶嫂子的事情。他的父母当然同意了，不过还没等到婚礼举行，嫂子就扔下程程跟人跑了。原来他认识了一个富二代，几句花言巧语加上点礼物攻势，就把他拿下了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他就死心塌地地认定了那个富二代，骗了我前夫所有的积蓄后就消失不见了。
这个事情我只是当做一个故事来听，听完不由得莞尔一笑，还是个喜剧故事，是我喜欢的那种结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。